今天这部影片跟平时的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想和你分享我做牙齿矫正的经验。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戴过一次传统的牙套，就是俗称大钢牙的那种。那次我戴了3年，也就是说我的大学生活几乎所有的照片都有大钢牙一起入镜。直到大学生活结束，我也才结束了我的矫正疗程。矫正结束之后，我应该要带维持器来维持牙齿的排列整齐，但是我的维持器没多久就被我弄丢了，所以就一直没有带。又这样过了几年之后，我的牙齿不出意外的又再度歪掉了。在医生的建议下，我这次尝试了新型的隐形牙套，顺便做了牙齿美白。这部影片我想让你知道做牙齿矫正为什么这么重要，也顺便想跟你分享我做了2次牙齿矫正，传统的钢牙矫正和新型的隐形矫正体验起来又分别有什么不同呢？其实牙齿矫正的重要性远远不只是看起来美观那么简单而已，它还关系到你全身的健康状态。区区一个下巴，为什么问题会影响到全身健康这么严重呢？继续往后看你就知道了。随着我们的平均寿命越来越长，一个器官要持续用70-80年，已经变成一个我们要从年轻时就开始学习的功课。要明白牙齿矫正和全身健康之间的关系，我得先从咀嚼，也就是颞颌关节开始跟你说起。颞颌关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构造，别看下颌骨体积好像很大，但它跟头骨之间相连的地方只有这么1咪咪的关节囊，这个关节就叫做颞颌关节。颞颌关节主要的功能是避免下颌骨脱位，连接的地方小就表示脱位的风险高，脱位就是脱臼的意思。所以要挑战吃超大汉堡的时候，可能下巴用力打开，不小心就落海了。这么小的关节囊却可以创造出20-30公斤的咬合力，是因为在颞颌关节的周围有很多肌肉和韧带。你也可以理解为下巴是被这些软组织悬吊在头骨下面的，因为都是靠软组织相连的关系，所以下巴位置的可塑性非常高。牙齿矫正可以透过牙齿排列来调整你咬合时下巴的位置。整齐的牙齿不只看起来好看，还能让每颗牙齿平均受力，不会出现有些地方磨损特别严重的状况。而且这种磨损不是专业人员的话，都要等好几年之后，磨损变得很严重时才会发现。而齿颚不正除了先天的遗传和突变，我们更该留意的是后天的因素。在生长的过程中，有些小地方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把齿颚的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比如小朋友很常因为过敏鼻塞，养成用嘴巴呼吸的习惯，而用嘴巴呼吸，嘴唇上的口轮匝肌没有给正在发育中的牙齿对应的力量，这就会让牙齿乱长，变成龅牙或者是大齿缝。大齿缝会很容易卡菜渣，变得不好清洁又容易蛀牙。我就是这样。如果小时候有先解决鼻塞的问题，后续也不会有牙齿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家有发育中的小孩，希望我的亲身经历可以给你一些提醒。我们物理治疗师在颞颌关节障碍里面可以处理的是周围肌骨筋膜方面的障碍。美国牙医协会给出3个检查颞颌关节的指标，分别是耳朵周遭的咀嚼肌会痛，嘴巴打不开或者是打开的时候会歪，嘴巴打开的时候有咔啦咔啦的声音。如果有这些状况，在病情变得严重之前，尽快去看医生，不然颞颌关节障碍一旦发作，不止脸歪、头痛、睡眠不良之外，还会进一步造成进食障碍，老人家还会变得挑食，造成后续营养失衡方面的衍生性问题，届时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而且整齐的牙齿还有额外的社交属性加成，能帮你减少口臭，增加信心。在以前，牙齿矫正几乎只有装大钢牙这一种方法，后来有人想到，既然只是要给牙齿施加定向的压力，那用牙套是不是也可以呢？所以最近就有了隐形牙套的诞生。刚刚说到，其实我以前是戴过大钢牙的，但是矫正完之后没有带维持器，所以牙齿又跑掉了。所以你们可以翻回以前的影片，能看到我的门牙有点爆，而且牙缝还特别大，尤其是每次笑的时候就会特别明显。影片又会把这个缝的视觉效果放大。除了不太美观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会卡菜渣，很难刷得干净。我在半年多前知道有隐形矫正这种技术之后，就马上约了医生做咨询。我第一担心的就是不想再体验以前大钢牙那种刮嘴巴的撕裂感。第二担心就是会不会影响到我拍影片啊？你看已经半年过去了，是不是看不出来呢？隐形矫正不但可以随时拆下来，也不像大钢牙那样很难清洁。
重点是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想大笑也都不用遮嘴巴。但他还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缺点，就是经常会被忘在外面的餐厅里，吃完饭很久才发现牙套竟然忘了带回去了。身为同时有做过大钢牙和隐形牙套的矫正人，我真的要摸着良心说，使用感受真的比我当初预期的还要满意太多了。如果这个技术早点出来，我大学生活就不用这么辛苦了。而且我现在很习惯带着矫正器睡觉了，所以我也比较不担心以后会忘了带维持器。看到这里，大家心里可能还是有很多疑问没有被解答，所以我请到萌牙牙医的院长，也是我现在的主治医生李晃明医师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以医生的观点呢，当然就是能够不拔牙就不要拔牙。拔牙它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矫正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牙齿跟你的脸型能够符合完美的关系，所以需不需要做矫正，它是需要去整个全班的去做一个设计跟讨论的，还有自己的需求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在于你的目的跟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一般我们可能生下来牙齿的弧度呢，就有可能是比较平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端庄。但是如果你的职业是必须要去带动大家的气氛，那你就有可能要透过矫正去把你的牙齿呢改成好莱坞的微笑，这个就必须透过矫正去改正。咬合板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做矫正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进步，所以我们研发出一些新的科技，在咬合板里面呢，赋予它一些定位的功能以及肌肉训练的功能。所以咬合器呢，它的一个进阶版，现在也进入了我们儿童牙科的改正这个牙齿、还有肌肉、还有骨头的行列里面。通常呢，家长不太会去注意到小朋友是不是有口呼吸，但是呢，口呼吸是造成牙齿爆主要的原因。我们要怎么去避免这个口呼吸的产生呢？最主要就是呢，要让小朋友呼吸道能够畅通。你的呼吸道只要是肿胀，你就必须用嘴巴来补足你的氧气，那就产生了口呼吸的这个情况。最后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口呼吸主要治疗的科别呢是耳鼻喉科，牙科这边呢主要是要做一个辅助的治疗，同时呢顺便的去改正它这些牙齿跟肌肉之间的关系。颞颌关节呢，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大脑，当我们受到撞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呢是会把这个压力给断掉的，不会伤到我们的大脑。但是呢，它的问题也在于，因为它就是要断掉的地方，所以呢，它就很容易受伤。好，即使我们不要去撞到它，它仍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情绪，它会让脸颊还有我们的颜面的肌肉紧绷，这些地方的紧绷呢，就会带动到里面有一条拉动这一个关节的小肌肉呢受伤。那这个小肌肉呢，它是很难痊愈，那就造就了我们这个颞颌关节的问题。颞颌关节呢，它问题不是只有肌肉，一般呢嘴巴移动的时候、咀嚼的时候、讲话的时候发现的，多半都会到牙科来求诊。牙科能够对颞颌关节能够做的事情呢，其实很有限。医学里面可以去解决这颞颌关节，多半是使用不当、牙齿不整齐，或者是牙齿缺失带来的问题。这个部分透过我们前面的情绪或者复健或者舒缓呢，它的功效可能就没那么大。你就必须透过纯粹的医疗来改正。还有内在的心理因素跟外在的环境因素加总起来的一个问题。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去抽掉里面的一些加重因素，它并不是完全的去治愈，而是我们如何的去适应这一个心理的因素跟外在环境，用我们比较科学的方式去把颞颌关节，就是我们这个牙齿移动的运动呢，达到一个常态的正常状态。现在我们的平均余命越来越长，
越来越多的健康问题一定会随着时间浮上台面。以前只要用30-40年的器官，现在要用到70-80年以上，所以对身体的保养也会越来越重要。这些保养其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价值观，就是延长使用期限。不管是我们物理治疗领域的神经肌骨系统，还是今天讲到的齿颚系统，或者是心血管、大脑等等的器官，拆开来看好像是不同的医学领域，但整体都一样是搭建在全身心的平衡上，也就是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做起。如果想要活到100岁，那就得把生活模式变成能活到100岁的形态。最新最好的医学，也许能帮我们多争取一个20年的机会。那这20年要过怎样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决定的。谢谢你看到这边，希望我的经验分享能对你有帮助。那以上就是这部影片的全部内容咯，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拜拜。